在上期视频，我们聊过了美国空中力量前5项改变世界的技术。那么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剩下的5个武器或者技术，来看看美军究竟是如何改变世界空战的面貌的。说到改变了空对地打击的方式，还有一项技术不得不提，那就是美军独步于天下的空军特种部队。美国空军的特种部队之中，有一项职位被称为 CCT 战斗控制小组，或者是 JTAC 联合终端攻击控制员。他们是空军飞行员长在地上的眼睛，负责指挥空军火力向敌人打击，同时也避免友军误击。这是因为即使在战机传感器已经非常先进的当下，在面对犬牙交错的态势时，在空中飞行的飞行员也很难仅凭图像就分辨出敌我。这个时候，联合终端攻击控制员的作用就非常重要了。他们在地面上，并且熟知空军飞行员的作业流程，通过指挥战机进场的方向来调配火力，让战机火力覆盖敌人的同时，也避开自己人。通常来说，联合终端攻击控制员可以使用包括夜光弹、烟雾弹、信号弹、雷射指示器等装备，来为飞行员引导目标。如果说精确制导弹药可以让对地攻击的命中率被提高到80%-90%，那么当联合终端攻击控制员在的场合，空中攻击的命中率往往在95%以上。所以现在的美军中， JTAC 小组几乎是出任务的必备。一旦当己方部队陷入危险之时，这些战士就会通过呼叫精准而强大的火力支援来打垮敌人的进攻。联合终端攻击控制员的强大并不需要自己证明自己，在现在的多个北约或非北约国家中，他们的步兵单位都拥有自己版本的 JTAC 小组，而这些小组的编制、使用的装备以及在训练或者战斗中使用的话术和程序，都是向他们的美国同行看齐的。让你的队友和对手同时学习和参考，这才是火力控制小组的强大之处。当我们把目光再次从地面拉回空中，在空战技术中，如何探测敌方，同时又不让敌方知道，是工程师们一直绞尽脑汁实现的想法。但其实这个问题有一个古老的最终解，那就是光。在1战和2战时期，飞行员们通过肉眼锁定目标，并且发起攻击。在敌人察觉到自己被机枪扫射之前，这种锁定往往是无法被发现的。当然，对于交战距离在逐渐拉远的现代空战来说，这种肉眼锁定是远远不够的。而白光锁定又会因为空中存在的云雾和水汽等因素，导致可正常使用的时长并不尽如人意。但是飞行器，尤其是现代战机，它们使用的尾喷口是一大热源，并且在空中飞行时，飞机蒙皮和空气摩擦所产生的热量也可以被及时捕捉。尤其是在高空时，由于周边的空气温度都非常低，所以这个时候在空中飞行的战机就是非常显眼的热源信号。这就意味着使用红外锁定是可行的。于是美军早早就用上了 IRST， 即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他们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使用的案例，就是空军的 F101、102和106等拦截机上。随后的 F8、F4 和 F14 等战机也安装有类似的设备。它可以在电磁静默状态下，从更远的地方确认目标，并且进行敌我识别。如果目标是敌机，那么搭载了 IRST 的飞机也具有不对称的战术优势，可以实现战场的单向透明，在敌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悄悄占据有利发射位置，从而获得空战的先手优势。而随着空战进入超视距时代， IRST 还能做到更多功能。它可以通过图像检测的方式为飞行员自动标记对应的威胁，比如视距外来袭的红外空导弹，其尾焰一般不会触发战机的导弹迫近告警，但是 IRST 配合机载计算机，就可以在红外探头视野里提前发现并且监测导弹，对飞行员发出警报。除此之外，它还可以和主动雷达空导弹联动，通过红外检测和激光测距等方式，将射击参数输入主动雷达空导弹，让导弹自主击落目标。而在这个攻击过程中，战机则全程保持电磁静默，即使目标被击落，它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发射的导弹。这样一来， IRST 才是真正改变了空战的面貌。对于现在空中经常飞行的无人机，我们对于它最好的称呼应该是无人驾驶飞行器，即俗称的 UAV。在 UAV 这个领域中，美军实际上并不领先。比如在2战中，德意志第三帝国就拥有过阿克斯 AS292， 意大利也开发出 SM79 的无人驾驶版本。在这个时期，对于无人机的遥控技术比较落后，主要是以无线电遥控技术为主。
当然，在这里有一个争议点，那就是早期美军的无人机，比如使用 B-17改装的自杀式无人机 BQ-7 阿弗罗狄蒂和由 B-24或者 BP-4Y1 改装的 BQ-8 铁詹，这两种比起无人机来说更像是遥控的自杀式巡飞弹。这些无人机具体是什么性质，那就在座各位说了算了。等到了越南战争时期，美军的无人机技术后来居上，美军接连在越战中开创性的使用了无人机来侦察防守严密的越南北部地区。这些无人机包括瑞安的 Model 147、AQM91 萤火虫，也有洛克希德 D-21。这些无人机虽然最终损失了一部分，但是毕竟它们是无人机，所以飞行员始终是安全的。在整个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空军第100战略侦察联队使用无人机执行了约3435架次无人机侦察任务。在这些任务中，只有约554架无人机被击毁，而没有任何一个飞行员因为这些任务被击落。等到了反恐战争时期，美军的无人机技术更是独步天下。通过 MQ-1、MQ-9 等察打一体无人机，美国空军可以长时间并且不间断地监视一个地区。一旦发现恐怖分子的踪迹，无人机就可以发射机载的地狱火导弹消灭目标。这种依托于无人机能力的长期监视战术，让很多恐怖分子头目都防不胜防，最终被消灭在地狱火导弹下。除此之外，无人机所能担任的任务并非只有对地打击，比如在阿富汗战争中，针对于崇山峻岭之中无线电通讯不畅的问题，美军的无人机就能担任空中通信节点，挂在空中协调地面部队和后方指挥部的通信。随着战争的发展，这种充当通信节点的 UAV 甚至可以实现高宽带传输视频信号，前线士兵拍下的画面实时上传到后方，或者是将无人机的图像实时传输到士兵的终端上。不止于此，美军在无人机上所实现的技术更是已经有些科幻的味道了。比如美军早已经在 X-47B 和 MQ-25 上实现了无人机受油和无人机加油技术，并且在未来的空战中，由 F-35 或者 B-21 指挥的无人战斗机将会是空战中最重要的攻击手段。这些无人机在打完弹药之后，最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可以通过撞击来击毁目标，而这也是无人机没有飞行员不怕伤亡、不怕战损的最好体现。当我们聊到无人机时，各位不难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美国现在作为下一代中程吊机所开发的 X-47上，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为无尾飞翼结构的布局。这种布局通常的特征是没有尾翼和机身，只有巨大的机翼，并且机翼和机身融为一体。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减少阻力，提高声阻比。因为机翼和机身都可以作为升力部件，所以其可以用较低的推力来换取较大的载重。同时，由于无尾飞翼布局没有突出于机身的操作舵面，所以它的隐身性能也是非常优秀的。和常人都认为的飞翼式布局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由霍顿兄弟研发的 HO-229最先应用的所谓事实不同的是，实际上军用概念上的飞翼式布局是彻彻底底的美国技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捷克诺斯罗普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飞翼式布局的研发。等到了1940年，他开发出了诺斯罗普 NEM， 这是一种远程洲际轰炸机的比例模型。随后，在1941年，美国军方授权诺斯罗普开发2架诺斯罗普 YB-35， 作为随后的远程轰炸机的备选方案之一。在之后，诺斯罗普 YB-35 更是展现了自己的能力。经过喷气式发动机改装的 YB-35 被称为 YB-49， 并在1947年10月22日完成了成功的首飞。但是由于无尾无翼的布局存在一些气动缺陷，所以早期的飞翼布局战机并不如传统布局好操控，这也是诺斯罗普的早期飞翼设计并不被重用的最主要原因。直到几十年之后，电传飞控逐步运用上飞机，诺斯罗普的飞翼布局也再度被重用。不论是 B-2、B-21 还是 X-47B， 亦或是其他国家的下一代战机设计，或多或少都能看见飞翼式布局的影子。这个气动布局或许是接下来20年中设计空军战机的首选布局。和上面说的所有武器不一样的是，激光武器并不是已经改变世界的武器，而是即将改变世界的武器。美军的空基激光武器开始于星球大战计划。最开始的想法是使用搭载激光武器的卫星，通过在外太空的激光束照射破坏敌人卫星的供电系统或者是光学侦察系统，从而掐断敌人在外太空布设的眼睛。随后，由于苏联的弹道导弹威胁，这些太空激光器的威力被刻意放大，
以便让他们可以在苏联弹道导弹冲破大气层后，在太空内通过激光照射烧穿敌人的外壳，从而摧毁敌人的弹道导弹。这个星球大战计划的子项目被称为圣剑。在随后，圣剑计划被继续开发。波音在2000年左右提出了一种设想，通过在波音747上搭载化学氧点激光器击毙炮塔，在最高45000英尺的高度上，通过击毙的可旋转激光炮塔拦截上升段的苏联弹道导弹。它基于波音747-400F 构造了一台原型机，被称为波音 YALEA。它所搭载的 ABL 及机载激光武器在测试中成功摧毁了目标靶，并且被证明是有作用的。它的方式并不是通过将导弹一刀两断，从而拦截它。ABL 通过高功率激光束灼烧导弹表面，从而让导弹蒙皮的材料学特性发生变化，这样就会导致导弹的外层结构和气动特性被破坏，这样导弹就会自己解体。这样的方法不仅高效，还节约了激光器的弹药。最终 YALEA 的下架问题并不是因为其设计不如人意，而是因为它的载体波音747的限制。因为对于导弹来说，激光是一种射程很近的武器，由于 YALEA 只能进行上升阶段拦截，所以它必须在护航战机的掩护下，在敌人的发射场周围盘旋，在敌人弹道导弹开火的第一时间用激光器照射目标，从发现到拦截留给机组的拦截窗口只有约8到12秒，并且这个过程中随时可能被敌人的战斗机击落。所以针对于这种情况，把 ABL 分配给战术飞机而不是波音747显然是一种更划算的选择。所以火力军认为，在最近5年内 ABL 上机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这不仅是波音的激光飞机已经测试了 ABL 完全可行，更是因为这是一种非常具有潜力的空战选择。虽然机载激光器在空气稠密的低空发射时射程可能不尽如人意，并且战术飞机尤其是战斗机携带的 ABL 也无法进行和 YALEA 一样的20次照射，但是它依然是一种可行的战术选择。它可以在15千米左右通过 IRST 技术照射敌人飞机，让敌人飞机气动失效或者凌空爆炸。而这种攻击是完全隐匿并且基于光学瞄准，不会有人知道攻击发起者在哪里。所以它并不像一些科幻小说一样是飞机的自卫机炮，可以长时间扫射敌机。它更多应该是一种代替1到2发导弹的战术选择。即使挂架上机载的 ABL 吊舱仅能支持5到6发照射，它的击杀率也会比导弹高得多。所以火力军认为，在未来的空战中，空击激光武器一定是一种先进的空战武器，它的战术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好了，以上就是火力军认为的美国空中力量所诞生的10大改变世界空中力量面貌的技术或者武器装备。不知道各位对本期的盘点有什么观点和看法呢？如果火力军没有总结到你心中的武器或者技术，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下期视频见。